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南怀瑾老师有关精虫足底生、行也虫足底生、人老先老腿和足的论述。人体的健康与腿和足有极大的关系。中国古代的道家医理认为精虫足底生，那是不义的治理。一个人的健康长寿与两腿双足有绝对的关系，所以婴儿与小孩的活动都在两足。一过中年，腰部以下和足腿就静感无力，喜欢叠足或翘足而坐。人的衰老与死亡也多是从足腿开始，而逐渐至于躯干与头部。生命中的暖、瘦、实三样东西是连着的三个作用。身体的暖气在，寿命就存在，实的作用也还在。人死亡是从下部开始，年纪越大，两条腿越没力，慢慢两只脚也冷了。有许多人身体特别健康，到老年两只脚底心还发热，袜子都穿不住，那他的寿命一定很长。一般人从下部冷上来，风湿病也来了，慢慢腿也走不动了，最后两条腿拖着走，这两条腿已经死亡了。人的生命在下部，精虫脚底生，人的衰老死亡从脚底开始，越老两条腿越走不动。讲医学，你看中年人走路腰以下都有问题了，已经差不多了，换句话说是死亡开始的消息来了。所以对于养生要特别注意，斋治、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。药师经的记事观，南怀瑾老师讲中进入，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。我经常说，人的衰老死亡先是腿，两条腿拖不动，已经死了一半。修道的人如果后来还是如此，那就是一点功夫都没有，还要想悟道，那不是自欺欺人吗？就像年纪大的人，路走不动，衰老了，功夫到了，一旦气脉争通了，身轻如燕，行路急如奔马。不要练轻功的，自然走路很快。所以赶快修行，或者赶快吃药。死亡是从下面一节一节死上来的，也就是这个法则的道理。道家有句话，精从足底生，气也从足底生，两个脚底心的穴道叫涌泉穴，生命来源都从下面来。相反的，一个人衰老了怕冷，也是从足底开始冷。所以老年不管男女，足底心发烫不怕冷，走路举步如飞的，那就是长寿之象。精从脚底生，所以我常常讲，你看老年人如果两个脚底心冬天都发烫发暖，走路两腿非常灵活有力的，一定是长寿之象。老化是从下部先开始老，你看婴儿爱玩脚，躺在那里两个脚蹬来蹬去，大了就爱跑，所以小孩子6岁7岁狗都嫌，他闲不住的，非跑不可。在成长中他精力旺盛，到了20几岁就要做咖啡馆不带动了，到了40多岁坐在那里两条腿翘起来，60岁的时候翘得更高，才叫做舒服，因为两条腿硬棒子一样弯不动了。所以打坐也坐不住，当然会腿发麻，下半身早已报销到阎罗王那里去了。两条腿的气走通以后，打坐时两个腿是无比舒服，坐在那里不肯下坐的，那个就叫真正的得乐了。斋治，我说参同气。死亡从哪里开始呢？我常说身体健康要注意活动两条腿。你看健康的婴儿生下来，这个手一定握拳，拇指握在拳内，这个也就是密中的附身拳。你看婴儿躺在床上，主要的活动是两条腿，
手不大动的，他的生命力很足，腿喜欢动。我也经常说，人生下来就抓，世界上什么都要抓，爱情、人情、儿女、钱财，到死的时候一定放掉。人死了就不能抓了，都放掉了，都大彻大悟了。哈，抓不了了。孩子是喜欢动腿的，到了大一点喜欢乱跑，到7岁8岁狗都讨厌。那个狗在睡觉，它偏跑过去踢一脚，因为两腿爱动。所以到上小学中学爱打球运动，等到做了老板，像你们这些中年人2个腿不行，开始架2郎腿了。所以你们的健康对不对，看你们2条腿，到了老年2条腿就这样走路了。只要看自己2条腿是否灵活，你就检测出自己的身体状况了。所以衰老、死亡是先从脚底开始的。以前讲寒从足底生，老人冬天那个脚底心还发烫的就会长寿。所以我经常叫你们加衣服，尤其女人，裤子要穿厚些。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祖母2个裤腿都绑起来，所以妇科的病少。现在穿个3角裤又穿裙子，要美丽，不怕冻，所以妇科病特别多。寒从足底生，筋也从足底生，2腿2足是非常重要的，摘自人生的起点和终点。有关南老师的人老先老腿和足的论述，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，下次会继续学习在具体修行中如何关注腿和足，敬请关注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、转发、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